如果要在航空史上评选一个最上镜的绝活，那下面这个场面绝对能排进前三。伴随着发动机震耳欲聋的轰鸣，一道几十米长的橘红色火龙瞬间从飞机尾部喷薄而出。这个堪称空中喷火龙的独门绝技，多年来让无数航展观众看得目瞪口呆。而这个绝活的表演者，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F111土豚战斗轰炸机。但大家或许想不到，这么一架在航展上出尽了风头的飞机，它的前半生却背负着一连串堪称耻辱的绰号，包括但不限于麦克纳马拉的蠢事儿、会飞的棺材，媒体甚至直接在报纸头条上写着参议员敦促召回自杀式武器 F111。那么这架飞机到底经历了什么？为什么它会被痛斥为自杀机器，却又在日后被飞行员们盛赞为完美的飞机呢？今天火力军就带大家一起揭开这段尘封的往事，看这只土豚是如何从一个被国会、媒体和军方集体唾弃的失败品，一路逆天改命，最终成为一代传奇的死亡公路缔造者的。从一开始 F111 这个项目就透露着一股不对劲的气息，它的诞生与其说是一个军事项目，不如说是一场政治实验。当时主持五角大楼的是那个一提到冷战装备就绕不开的男人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成为国防部长之前，麦克纳马拉是福特公司的总裁。那基于企业管理的思路，他开始在美国的国防采购上推行通用化的理念，也就是说开发一套平台，同时满足多个军种的需求，力省50%。恰巧这个时候海军和空军都在搞自己的新机体，于是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了通用化的第一个受害者，这就是 TFX计划的由来，要求用于一个机体同时满足2个军种的需求。这个想法听起来很美，但问题是，虽然说空军和海军要的新机体具有一定的共同点，例如都需要超音速、双发双座、使用可变后掠翼等，但问题是空军的战术需求和海军是完全不同的。空军要的是战术轰炸机，能替代 F105 进行超音速低空突防，钻进敌人防空网里舔地，而海军呢，他们需要的是一架能在航母上起降的舰队防空截击机，能够在高空上挂着又大又重的不死鸟导弹，拦截苏联的轰炸机群。俗话说得好，强扭的瓜不甜，把2个军种完全不一样的需求糅合在一起，肉眼可见的只能是一场悲剧。空军和海军的将军们都快愁秃了，每天变着花样卖麦克纳马拉脑子有问题。但官大一级压死人，项目就这么在一片争议声中上马了。1961年9月1日，麦克纳马拉主要根据美国空军的要求，制定了 TFX 的基本参数，并向工业界发出了招标书。波音、通用动力和洛克希德等6家公司提交了设计方案，其中波音和通用的设计被选中进入下一轮。空海军的评审员组成的评选委员会对于 TFX 项目一直有意见，其中空军比较喜欢波音的818方案，而海军则觉得不管是波音还是通用都不靠谱。经过多次讨论之后，最终才向国防部推荐了波音的设计。1962年11月， TFX 评审委员会的报告被递到了麦克纳马拉的办公桌上，但麦克纳马拉惊奇地发现，波音的这架飞机其中只有不到一半的零件是空海军的通用的，因此他大笔一挥，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通用性更高的通用方案，也就是后来的 F111。麦克纳马拉这一通操作居然强行达成了通用化的目标，但也为 F111 日后的一系列悲剧埋下了最深的一颗雷。当然了，我们有一说一，虽然出身不好，但单看通用动力交出的这份答卷，在技术上那可是领先了整个时代。首先就是它最引以为傲的机翼，土豚上的这套系统可以说是可变后掠翼的集大成者。机翼后掠角可以在16度到 72.5 度之间任意调节，而且在机翼可调节的全部角度都有着极其凶残的声阻特性。当机翼完全展开时，它就像一架拥有巨大翼展的滑翔机，声力巨大，声阻比和波音747相当，这就让它很适合在短距离和粗糙的跑道上起降，而且低速下油耗很低。而当机翼完
全收拢时，它又变成了一支刺穿阴障的利剑，阻力极小，适合高速冲刺。这套可变后掠翼技术带来的最直接好处就是无与伦比的航程和载弹量。F111的内部弹舱加上翼下挂点，总载弹量高达14吨，几乎是图22的2倍。更变态的是，它能不靠空中加油，一口气从美国飞越大西洋。但 F111真正的独门绝技是它的夜间超低空突防能力，它装备了革命性的地形跟踪雷达。这款由德州仪器设计的 AN/APQ110 能够将前方地形数据直接交给自动驾驶仪，飞行员只需设定好高度，就能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以接近音速的速度，在离地仅60米的高度上自动飞行。这在当时简直就是外星科技。更绝的是它的逃生系统，别的飞机弹射是把飞行员的座椅弹出去， F111是直接把整个驾驶舱连人带椅子带舱体一块炸出去，落地后还能当个救生艇用，这样一来至少不用担心跟大鲨鱼龇牙了，实在是为海救们操碎了心。然而就是这么一架纸面数据拉满的黑科技战机，它的第一次实战却输得比谁都惨。1968年3月 ，F111连完整的服役测试都没做完，就被匆匆派往了越南，执行代号为战斗长矛的作战任务。麦克纳马拉非常希望 F111赶紧打出个漂亮战绩，好堵住国会和媒体那帮人的嘴。结果你猜怎么着？出身未捷身先死。6架崭新的 F111A 在执行了55次夜间轰炸任务后，有2架离奇失踪，一架因为机械故障坠毁，机组人员侥幸逃生。这下可好，嘴没堵上，马蜂窝给捅了。媒体的口水瞬间淹没了五角大楼，报纸头条直接打出大字：参议员敦促召回自杀 F111。一夜之间 ，F111从寄予厚望的天之骄子，沦为了全美国的笑柄和飞行棺材。但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只土豚的命运已经注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惨烈的首飞最多只算是土豚辉煌生涯开始的结束。F111的首秀摔的是鼻青脸肿，在接下来的4年里，通用动力和美国空军把 F111拉回本土，修复了上百个设计缺陷，特别是那个要命的机翼结构和发动机问题。然后就是1972年9月，后卫2战役打响，这一次满血复活的 F111回来复仇了。在接下来的7个月里， F111A 机队总共执行超过4000次作战任务，深入北越腹地，轰炸机场、铁路桥梁和防空阵地，几乎无所不能。4000次出击中只损失了6架飞机，这个战损率是当时所有参战美军飞机里最低的。更关键的是 F111彻底改变了当时战术轰炸的规则，它不需要战斗机护航，也不需要电子战飞机伴随干扰，还不需要加油机伴随，利用地形跟踪雷达，土豚可以在绝大多数天候下携带4倍于 F4鬼怪的弹药，以亚音速甚至超音速贴地飞行，作战效率极高。一位 F111飞行员后来回忆，有一次他们正贴着树梢执行低空轰炸任务，雷达上突然出现一架米格21，但北约飞行员一看他们飞得这么低，根本不敢降到这个高度来跟他们狗斗，只能在他们头顶上干瞪眼，眼睁睁地看着 F111扬长而去。经此一，再也没人敢叫他飞行棺材了，死亡之校的名号 F111做得稳稳当当。如果说重返越南是 F111的一场雪耻之战，那么1986年的黄金峡谷行动就是他封神的第一步。1986年，为了敲打气焰嚣张跑到西德搞破坏的卡扎菲，里根政府决定让他知道炸弹到底是怎么玩的。任务的核心就是从英国基地起飞18架 F111F 长途奔袭，直捣卡扎菲在底里玻璃的老巢。这计划听起来简单粗暴，但执行起来却出了个天大的岔子。原本美军计划飞越法国领空，一条直线杀过去，结果密特朗以贝鲁特事件后美军没有参与对伊朗的空袭为由，拒绝了 F111通过法国领空的要求。没办法， F111机队只能绕一个天大的圈子，从英国出发，绕过伊比利亚半岛，穿过狭窄的直布罗陀海峡，再进入地中海。这一绕直接把单程距离增加了2000多公里。
整个任务往返航程超过1万公里，飞行时间长达13个小时。在漆黑的大西洋上空，飞行员们要驾驶飞机在无线电静默的情况下完成整整4次空中加油，这对机组人员的体力和技术是地狱级别的考验。据说飞行员们只能在座舱里靠着像牙膏一样的巧克力布丁来补充能量和提神，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从隔壁 U2 机组顺过来的。当地时间凌晨2点，在 EF111 渡鸦电子战飞机的掩护下，18架 F111F 开启地形跟踪雷达，以超过900公里的时速直扑迪里波里和班加西的4处重要目标。铺路丁激光瞄准吊舱，配合宝石路激光制导炸弹，精准命中了卡扎菲的指挥部和军营。其中1枚炸弹据说就在卡扎菲本人住所的窗外爆炸，攻击利比亚蛙人训练营的土屯，甚至打出了12发12中的完美战绩。这次载入史册的万里奔袭，彻底打响了 F111的威名，向全世界证明了 F111就是当时最强的远程精确打击平台。顺带说一句，攻击迪里波里军营的1枚炸弹，不知道怎么回事，拐了个弯，刚好落到了法国大使馆墙外面，给里边的法国人吓得不轻。前面我们说到，黄金峡谷行动是 F111封神的地步，那么5年之后，在伊拉克的沙漠上空，它就将正式加冕为王。1991年，沙漠风暴行动打响，此时美国战术空军对 F111的运用已经是炉火纯青，而且他们要面对的是号称世界第4的伊拉克大军，5500辆坦克，3000套防空系统，700多架飞机，总人数高达100万。那有什么办法能够打败萨达姆的钢铁洪流呢？答案自然是空袭，高精度的战术空袭，而 F111F 正是同时代效率最高的战术轰炸机。当时伊拉克的坦克部队喜欢把自己埋在沙子里做成防御工事，白天很难发现，但到了晚上，沙漠降温很快，这些 T72 坦克还热乎着呢。在 F111F 的铺路丁红外吊舱里，这些坦克就像黑夜里的萤火虫，一个比一个亮。F111的武器官们就按图索骥，逐个给这些坦克和装甲车点名。根据记录，最早执行坦克开罐任务的2个机组，用8枚炸弹就敲掉了7辆坦克。到后来，这项战术被发扬光大。2月14日情人节当天， F111机组在1夜之间摧毁了伊拉克132辆坦克和装甲车，基本上是炸弹掉下来，炮塔飞上天。正是凭借着这种外科手术刀式的精准猎杀能力， F111展现出了惊人的效率。在整个海湾战争中，66架 F111F 执行了1800次反坦克任务，击毁了超过920辆坦克和620辆装甲车。相比之下，148架 A10 只摧毁了987辆伊拉克坦克，也就是说 F111的作战效率差不多是 A10的2倍。顺带说一句，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 F111在海湾战争中基本上是不使用低空突防战术的，这是因为激光制导炸弹已经足够好用，不需要冒着危险降到低空去了。与之相比，英国皇家空军的狂风战斗机在前期大量使用了低空战术，结果就是以 4% 的出动率拿下了联军 25% 的空中损失，而飞在中高空的 F111则无一损失。好吧，虽然大家可能觉得 F111在海湾战争中的表现已经足够封神了，但最传奇的也是最能体现土屯暴力美学的一战发生在战争的最后几天。当时萨达姆的坦克已经基本上全部报废了，此时美军情报部门发现，萨达姆本人和他手下的高级将领全都躲进了巴格达郊外的塔吉空军基地。这个基地的地下指挥部建得跟个世界末日地堡一样，号称能扛得住核弹攻击，常规炸弹肯定是指望不上了。现在最要紧的是研发速度必须追上萨达姆的投降速度。美国空军的工程师们脑洞大开，找来了一堆退役的8英寸榴弹炮炮管，往里面灌满了炸药，再装上一个宝石路的制导头，一款全新的专门用来钻地的炸弹 GBU-28碉堡克星，就这么在短短几个星期内被搓了出来。1991年2月27日，战争倒数的第2天，2架 F111F 挂着这2枚新鲜出炉的大宝贝飞向了塔吉基地。一架 F111F 负责用激光照射目标，另一架则从高空投下这枚重达 2.1 吨的巨大炸弹。炸弹精准命中，直接钻进了地里，消失了。整整6秒之后，一股浓烟才从地下猛地窜了出来。萨达姆的指挥部当场被开罐。几个小时后，伊拉克就宣布接受停火。可以说 F111用这最后一击为海湾战争画上了一个决定性的句号。
好吧，从性能上来说 ，F111的传奇之路应该还能走很久。但冷战结束后 ，F111高昂的维护成本让地主家也没有余粮的美国空军感到了压力。毕竟养这么一头能喷火的猪是相当的不便宜。截止到服役结束时 ，F111的运营成本已经占据了战术空军司令部预算的1/4，因此美国空军还是决定让这群土屯退役，用 F-15E 攻击鹰来替代它。对了 ，F111在美国的绰号叫做土屯，这是因为 F111长长的鸡鼻，看着就像是南非土屯，而猪这个绰号则是 F111唯一的海外用户澳大利亚空军给他起的。事实证明，这笔采购对澳大利亚皇家空军来说是极其成功的。尽管澳洲那个地界大家也知道，除了可能和野生动物打一仗以外，其他国家的威胁聊胜于无，因此澳大利亚的 F111C 从未投入实战，但它却是东南亚速度最快、航程最远的战斗机。印尼的国防部长莫尔达尼曾向澳大利亚副总理金比茨利坦言，当有人在印尼内阁会议上对澳大利亚表示不满的时候，莫尔达尼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吗？澳大利亚人有一架轰炸机能够把炸弹从窗户扔到我们面前的桌子上。” 2010年，在澳大利亚，世界上最后一支 F111机队举行了盛大的告别仪式，而他们送给这个世界最后的礼物，依然是那场最绚烂也最震撼的空中喷火龙表演。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 F111这传奇又矛盾的生涯呢？它可以说是一款被强行塞进历史的飞机。麦克纳马拉的瞎指挥，军种的对立，技术的冒进，再加上灾难性的首秀，这让它的前半生充满了媒体的嘲讽和国会的质疑。但它硬是靠着自己无与伦比的性能和一代代飞行员的不懈努力，成功逆转风评，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远程精确打击力量。从技术上来讲 ，F111是当之无愧的先驱。作为史上第一款量产型的可变后掠翼飞机，它用自己的成功为后来的 F-14熊猫、B-1B 枪骑兵，甚至欧洲的狂风等战斗机趟出了一条可行之路。从战术上讲，它重新定义了空中遮断这个概念。在那个 GPS 还没普及的年代，它就能在最恶劣的天气里，以最高的效率把炸弹扔到几千公里外敌人的头顶上。直到今天 ，F111的退役，在美国空军的战术打击能力上，都留下了一个未能被完全填补的空白。它或许不是最完美的飞机，但它绝对是那个时代最独一无二的传奇。好了，关于 F111土屯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别忘了点赞、关注、转发，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见解。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